36条广告背后，白月泛星如何掀起热潮？初步印象，从平淡到精彩的蜕变。开播之初，白月泛星并未引起太多关注。仙侠题材近年来涌现了不少佳作，但也伴随着剧情套路化、角色设定同质化等问题。许多观众在一开始对这部剧抱有怀疑，认为它的剧情和设定与其他仙侠剧相似，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突破。然而，随着剧情推进，剧中隐藏的深度与情感逐渐显现，使观众的态度悄然转变。这部剧的转折点发生在中后期，特别是女主白许与范月之间的感情线逐步明朗时。白鹿饰演的白许，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将一个复杂、感性又坚韧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从初期的懵懂无知，到面对挫折时的隐忍，再到最终成神后的大爱无私，白许的成长之路贯穿全剧，也成为观众情感的主要牵引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剧情节奏的控制也为整部剧加分不少。从开头的缓慢铺垫到后期的紧凑节奏，剧组显然在叙事节奏上做了大量功课。每一个高潮的出现都衔接紧密，没有生硬转场的突兀感，让观众沉浸在剧情的层层递进中。这种精心安排不仅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，也让他们对角色的命运更加牵挂。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这样的转变如此重要？因为观众的耐心有限，如果一部剧在初期不能迅速抓住他们，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。白月泛星的成功正是在于它的蜕变，它给了那些选择继续追剧的观众一个令人惊喜的回报，让人们意识到这部剧并不是另一个普通的仙侠故事，而是一场独特的情感旅程。最终结局美满落幕，引发热议。作为一部仙侠剧，最终结局通常会成为观众评判整部剧的关键标准，而白月泛星恰恰抓住了这一点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温暖又圆满的收尾。大结局中，白许历经重重磨难，终于被天道认可，晋升为上神，而他的挚爱范月也回到了他的身边。这一幕不仅仅是对角色命运的圆满交代，更是一种对观众情感的安抚。在整部剧的情感主线中，白许与范月的关系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。从最初的相识，到中期的分离，再到最终的重聚，这段感情线不仅让人感受到爱与信任的力量，更让观众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爱需要历经考验。白许和范月的结合，不仅是剧中角色的胜利，也是观众对真爱中会胜利这一信念的共鸣。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情感共鸣，剧组特别拍摄了番外篇，为观众展现了主角的婚礼场景。婚礼的设计极具仙侠剧的特色，背景不仅以云海为基调，配以梦幻般的灯光和音乐，将观众完全带入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。这场婚礼不仅是白许和范月的终点，也是观众心中一场浪漫幻想的实现。这种设计背后，是剧组对观众情绪需求的深刻理解。如今的观众不仅希望看到一部好剧，更希望能在剧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。而白月泛星的结局不仅满足了观众对爱情美满的期许，也在无形中抚慰了每一个渴望幸福的人心。也难怪观众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。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爆发，白月泛星大结局播出后，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。无论是在微博、抖音还是豆瓣、知乎，关于这部剧的讨论度都迅速攀升，其中大结局的婚礼片段更是被疯狂转发与点赞。这种社交热度并非偶然，而是剧情设计与观众情感互动的自然结果。首先，剧组深刻理解现代观众对分享的渴望。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观众希望自己看到的优质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，而白月泛星的大结局正是这样一种可分享性极强的内容。婚礼场景如同一幅画卷，每一帧都精致到可以成为屏保，观众自然愿意将这样美好的画面分享给自己的朋友。其次，社交平台的讨论不仅限于剧情，还延伸到演员表现、画面质感，甚至广告植入等多个方面。许多观众在评论区分析了白鹿在剧中的演技变化，称赞她的每一个情感转折都真实动人，仿佛白许就是她本人。这种对演员的深入讨论，
为剧集的热度提供了持续的动力。同时，广告商也迅速抓住了这一波热度。很多品牌趁热在社交平台上推出了与白月泛星相关的联动内容，例如婚礼场景中使用的饰品、服饰都成为了广告商的热门宣传点。这种多维度的讨论不仅提升了剧集的整体影响力，也为广告合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。总的来说，白月泛星社交热度的爆发，既是剧情打动人心的结果，也是观众与剧组、演员之间深层次互动的体现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影视市场中，能够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，足以证明这部剧的成功与影响力。广告表现：116条广告如何助力热度？白月泛星所包含的116条广告，并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惊人，更代表了影视剧广告植入模式的一种成功创新。这些广告覆盖了22个品牌，既有知名国际品牌，也有新兴的国产品牌，通过剧集与观众的情感连接，成功拉近了品牌与受众之间的距离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些广告的植入方式并没有让观众感到刻意或突兀。剧组在设计时特别注重场景与品牌的契合度。例如，在主角婚礼的场景中，某奢侈品牌的婚纱成为了焦点，这不仅增强了婚礼的梦幻感，也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对该品牌产生了兴趣。而在对白中，几款家居产品的推荐也是通过贴近剧情的方式巧妙融入，让观众在享受剧情的同时，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品牌信息。此外，广告的投放时间点也极为讲究。前期的16个品牌，通过剧集开播初期的热度积累，成功抢占了先机，而最后几集新增的6个品牌则压住大结局的爆发点，与剧情高潮同步放大曝光率。这种策略既体现了广告商对市场的精准把控，也反映出剧组对广告合作伙伴的高度负责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广告的成功投放与剧集的受欢迎程度是相辅相成的。没有好的内容，广告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，而白月泛星通过扎实的剧情和优质的制作，为广告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展示平台。与此同时，广告收入也为剧组带来了丰厚的回报，为未来的制作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。观众的热烈反响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模式的成功。广告不仅是商业的表达，也是情感的延续。通过与剧情深度融合，这些广告成为了剧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为观众带来了一种耳目一新的观看体验。白鹿的个人魅力，广告吸引力背后的核心因素。在白月泛星的成功中，白鹿无疑是最耀眼的核心。作为这部剧的灵魂人物，她不仅用精湛的演技赋予了角色生命，也凭借个人魅力为这部剧注入了更多商业价值。白鹿在剧中饰演的白许是一个经历无数磨难却始终坚守初心的角色。她的坚韧与柔情，智慧与果敢，都通过白鹿细腻的表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而这份真实与感染力，不仅打动了观众，也让品牌看到了他所具备的商业潜力。白鹿用自己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仙侠角色。这种专业性和敬业精神是他能够吸引广告商青睐的关键原因。不仅如此，白鹿自身的公众形象也是广告商关注的重要因素。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女演员，她的外形、气质以及良好的公众口碑都与品牌的形象定位高度契合。从高端奢侈品到日常生活品牌，她都能自然驾驭。她的粉丝群体广泛而多样化，这为广告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拍摄过程中，白鹿的专业态度也赢得了合作团队的高度评价。不论是与导演的沟通，还是对拍摄细节的反复打磨，他始终保持了高度的专注与敬业。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剧中角色的完成度上，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观众和品牌方。白鹿的成功告诉我们，演员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，更是连接观众与品牌的桥梁。通过他的出色表现，白月泛星成为了观众与广告商共同的记忆点，而这也让人更加期待他在未来作品中的更多精彩表现。白月泛星的意义、挑战与突破并存。尽管仙侠题材剧在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，但白月泛星
凭借着精准的市场定位和扎实的剧本内容脱颖而出。这背后离不开演员与剧组的共同努力，同时也反映出观众对高质量剧情的需求依然强烈。116条广告的背后，是剧组用心制作的见证，也是观众对剧集内容高度认可的结果。展望未来，白鹿的新路与剧组的潜力。在2025年初，白月泛星的成功无疑为白鹿打开了更多的职业发展大门。他所展现出的个人魅力和职业精神，让人期待他在后续作品中的表现。同时，剧组在广告植入和内容制作上的成功经验，也为行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。感谢大家阅读这篇文章。白月泛星的成功不仅是剧组的努力，也是每一位观众的支持成就了它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剧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将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喜欢影视剧的小伙伴。让我们一起期待白鹿和剧组未来带来的更多惊喜作品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